我第一次走这条山路是1971年。我和罗明从来没有步行走这么远过。从天堑县城到我们将插队的凤凰山，要走整整2天。这个箱子是你的？对头。听说你老子是个反动的牙科医生，他犯了啥子王法？他把市长和省长补过牙齿，解放前帮人类大闸子蒋介石换过一颗假牙。这个是啥子？菜谱。队长看反了。笑你妈个球！你们哪个认识几个字？念给我听听。你念。哎呀，你又不是不晓得，何必呢？给，念这一段。鸡脯肉6两，干核桃10只，豆粉1小勺，黄酒1大勺，蛋清半小碗，盐少许。做法：把鸡脯肉洗干净，切成小丁放入碗中。哎，要是没得核桃，用花生米子代替要不要得？我们贫下中农，咋个能让资产阶级的杀个鸡给迷惑到了？莫求名堂。我跟你说，毛主席派你们来，是让你们接受再教育的，不是让你们办啥子酒席。在这山区里头，你们只有辛辛苦苦的劳动，才能吃上玉米馍馍和大白菜。这些图是啥子意思啊？我叫马建林，这些图是代表我的姓名。这个是啥子啊，队长？一个玩具。这个会咬人呢，啊！哎，给我瞧下嘛。就是一个烂玩具，拿来做啥子嘛？资产阶级狗崽子的玩具，把它烧了。哎，等会儿。烂玩具。队长，那不是个玩具，那是个乐器，就小提琴，可以发出很好听的声音。马建林是一个拉那个球子的高手，我们让他来试一下，拉个球子给你听好不好，队长？试一首听听。队长，我不行。我让你试，你就试噻。听点儿。咱们就给队长拉一个莫扎特的奏鸣曲。奏鸣曲是啥子东西？奏鸣曲是一首山歌。歌名叫啥子？像歌，但又不是歌。我问你歌名。根本叫莫扎特。莫扎特想念毛主席。对了，你早点。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队长，开始嘛。队长喊开始就开始嘛。拉嘛。那。
在山里头俺家落火，说不定会在小屋子里过一辈子。想起来，脊背骨都发凉了。山里人太阳出来就下地干活，太阳落山就收工回家。这条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真理，竟然被我们这只小小的闹钟破坏了。给老子出工喽！拿了个单子哟。哎，你看这把家的蒜好细哦。上次在你们屋头咬过，还不是那么细，那不说。这干了。赶紧了，赶紧。唯一的曾到过这个地区的吉王人，是40年代的一个法国传教士梅西尔神父。他在日记中写道：“经过2个月的艰苦跋涉，我终于在中国农历的8月4日到达天泉县。此地有座凤凰山，人们曾采用山上的铜矿制作铜币。公元100年左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汉朝，一个不爱美女爱少年的皇帝，把这座山赐给了他一个心爱的太监。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同性恋的记载。搞球不成？你晓得道理是啥子？这平家工农辛苦的劳动。你们俩慢点事，赶快捡去，赶快捡去。哥哥啊，我问你个事情啊。好，你说嘛。你晓不晓得？一线点温泉在哪点儿？听说。晓得啊。听说那山上有啥子水质好点的，都去那儿洗澡哈。那是我们凤凰山的人间仙境。过了流沙河，再往西走，有2座山的中间，只有一条路，要少几把折。没穿啥子衣服，好漂亮哈！好角度，我看不太清楚。干啥子？我想到那边去，看得更清楚一点。笑啥子笑？快找人拉我上去！我也不想笑啊。哎，说你运气好，碰到我们这些不讨人嫌的女娃子哦。我会儿去告他了。
哎，要不然要是被抓到群众专政办公室啊，一定被打断脚杆哦。认了。哎，这两可老上去。等一下，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那面可以下来。喂，大家可以看到裁缝他们来了。哎呦，我今天请学过来看哈。哎呀妈，衣裳都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简直不像我们乡坝头的女娃子。看到没？这个小姑娘好漂亮啊！山下一带自古就出美女，而且还很有魅力。晓得这是个啥子东西？这叫碗铃子。不过，我也是只是见过而已，未曾听过。你晓得歌名叫啥子？不晓得。歌名叫《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他们跟我讲，你老汉儿给省长投过亚中啊？投啥子？亚中啊？你笑啥子嘛？我们山里人文化水不平。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说法多新鲜的。我怎么不知道？哎，我就住在山那边，说不定田野那边。少数民族。他们都叫我小裁缝。你嘞？你叫啥子？我姓罗，叫罗明儿。从我们那点儿到你们天眼儿有好多路嘛？7、8里路。到处都是，有啥子大惊小怪的？求你注意。多活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蚂蟥，啥又干，连蚂蟥也怕你。是你嘞？罗明的。里面那只公鸡咋个会动呢？那里边真的有只小公鸡，明天早上还会叫呢。天亮，过来，过来。你有没有发现他家车背？哪一个？小车份儿。我觉得奇怪，我也不想问他叫啥子名字。我觉得小车份的名字要配他。他说话有点太土了。不晓得现在几点了？你闹钟放在哪里了？那个钟会赔给你。算了，罗明，咱们把这些零件拿回去修吧。你们城里人好安逸哦，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晓得。那你当裁缝安逸哦。山里有啥子好的？我每天到山上去砍柴的时候，就会看到好多飞机飞过。我就在想，山外头是一个啥子样的世界？没事的时候捏着玩嘞。你会不会认字？不会，我妈是凤凰山来过的唯一的小学老师，她死了我就没学成。还差一个零件儿。会教人认字吗？
有时间认字啊？有啥子不好意思的？断然拒绝人家，再考虑考虑吧。农闲的时候再说吧。我爷爷也快回来了，你们快点走吧。错了。我很喜欢你坐的小飞机，能不能送给我一个？你要喜欢就拿嘛，随便拿，啥子送不送的，随便拿嘛。咋样嘞？没啥事？没事。没事，不要紧，那我们走了。好。啊，我们给他鼓掌欢迎。等他们等久了。我感谢公社革委会的领导给我发言的机会。我出生于一个反动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受批判的作家，母亲是诗人。6个月前，我刚到这里插队的时候，我学会了插秧、整田。以前我最怕水牛，现在在我的鞭子下，最暴躁的水牛也变得温顺可爱了。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们大家看，他现在已经穿上了我们屏下中龙的长海了。我们应该为他鼓掌欢迎。我们所有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都应该向他学习啊！那么得，要当官的说的都是我们。奖惩，最恨的就是他。不为惩罚。我们经常说嘛，我们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有3%啊，3%可以上吊回城嘛啊！我们有个亲戚，他在城里头放电影，他净放解放军打仗的片子，过几天啊还要放朝鲜的《爱花姑娘》。星期天到我们天菜吃饭嘛，我们请客。不行，我有事。脸都羞红了，是不是有人给你介绍对象才能喜欢这一套？你不要乱讲啊！有没有问题的？有朋友还不是可以喊起一起来，我们请得起。不是的，我是跟几个女娃子约好了，还要去1000天洗澡。我们队上的知青啊，有进步，老子再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后天天线县城演电影，好像是部朝鲜片，我让他们去好生看一盘，回来给我们大家摆一下。来回4天，去2天，回来2天。话是好吧？哎呦！老裁缝来了。我真是不晓得，当个裁缝还会这么神气。刚下过雨，不滑嘛。老爷子，我麻烦你个事啊。4天以后，我们会在我们生产队讲一部朝鲜电影，请你转告你的孙女儿，让她过来听嘛。520，
好多这个肉，没疼。哪里卖的？一桌钱3斤，你要不要另外？李子好，甜甜。老板快点儿，我都饿死了。我跑了好远路了。看电影啦，看电影啦。我们要去看电影。哎呦来了。好香啊！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吧。来了。你先来吧。我让我儿子。哎，这边看不到。哎，那边。这不在这叫打。走开！我连空杆把这儿挡到，给骗去。爬开点哦。走。哎，跑那边来了。哎，快坐着。哎，快坐着。有病。上去。小孩，到那边来去，自个拿钱的回去，那边人多，去吧，快去吧。由于朝鲜是全世界最寒冷的国家之一，不管外号姑娘怎么样去哀求，怎么样去祈求，没有哪个人有胆量敢前进冰冷的冰窟窿下面去找那5个大蜗牛，并且那一天，平壤下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雪。自行做的雪比真雪还安逸哦。是康壳子哦，他们是打谷抗做的雪。卖花女在冰上打了个窟窿跳下去，你们想一下，那有多么冷？1次、2次、3次，她整个晚上都泡在冰冷的水里面，直到那一天晚上雪都停了。他找到了3个蜗牛，他满心欢喜地把那3个蜗牛抱起来，跑回家，推开门。哎，他赶快把药给他妈噻，他还在等啥子呢？接着讲。讲嘛，接着讲嘛。我想说噻。对不起，我更想去过你妈妈了。他的妈妈躺在床上，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一张很小的脸，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很小，小得像一个孩子的脸。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影片结尾的是，有一个话外音说：“俗话说，星辰能让石头开了花，但那卖花姑娘的心还不够沉吗？”说一个故事来听啊。说一个外国的。没问题啊。你想听哪一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加拿大的？你都知道？给开个玩笑。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我哪里知道？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朝鲜的、苏联的、阿尔巴尼亚的。如现是60年代的好了。至少有看不完的书，只可惜那个时候太小了，看不懂。等我现在长大了能看懂的时候，又碰上了破49，所以书少了。我就认识一个知青，他那儿就有好多禁书。哪一个？是呀，他亲口跟我讲的。一个皮箱子，里面有好多外国的书，是他老汉儿给他的。
哎，是啊，新摊儿的狗子还真表现嗦。远看的时候啊，我还以为是个顶呱呱的皮亚种呢。是啊，那变化好大哦。哎，妈的，混账老牛！哎，等一下，让我们来帮你找。妈的，混账老牛！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哪来？是那边哈。狗日，老子哪天宰了你，你跟老子等着瞧！你个混账！拿去听呀！混蛋！哪儿里了？找到了！过来，四眼儿，已经找到了。谢谢啊，谢谢你俩。没有你们俩，我可真就完蛋了。没眼镜，两眼一抹黑，啥都看不见。你们俩够朋友，见到你们俩真高兴。我们专门来找的，就想找你借那本书。什么书啊？爷，可忘了嗦，都藏你哪儿那些皮箱头的书噻？那个皮箱啊，我早就扔到悬崖下边去了。不可能喏。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我家里搜查。刘弟弟，有没有我的信啊？有，刚好有一封，好像是从省城来的。哎呀，你来着，那你不错，还可以哈。马上就到了。哎，你们两个去吧，我就不去了，我有点怕生了。胆小鬼。要走了。我在这儿考后书等你们。啊。要不要吃我烤的红薯嘞？你说话有城里人口音。我是知青儿。在这插队？就在那边凤凰山。真的？嗯。我儿子也在凤凰山，你应该认识他的。他戴着眼镜，大家都叫他四爷。不过啊，他马上就要和这里告别了。哦，谢谢。省里的一家文学出版社录用了他。真香。罗明，何大夫，是要回城工作了，我们再看不到外国小说了。啥东西哦？我刚才看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说，他被城里的一家杂志社给雇佣了。咋种？我们两个都那么倒霉嘛？好可惜啊，皮箱里的外国小说。那啷办呢？想个办法噻。想啥子嘞？我又不是不晓得。去把他偷回来。有啥子？我们去把他偷回来。便宜点，便宜点，5块钱一斤的。还不便宜，你干嘛呢？4元好60去了，4元好60去了。哎呀，4元是趁热喝的，2天回城头啊，比那解放军的兵兵胆子还大嘞。你先喝我喝。啊？有些滋味啊，一辈子都忘不了。再来这头牛，我就算报仇了。我觉得有点亏了，花那么多钱买它，挺香哦。香不香啊？一会儿多吃一点啊。哦，切萝卜啊，多放点萝卜啊。待会儿给你跳舞。啊？待会儿给你跳舞。哎，给你跳舞，给你跳舞。啊，谢谢。表演
节目啊？对，在公水节的衣服啊，好看，好看，好看。来，我们去看啊！哎，哎，好好好，哦，谢谢。预备，开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哎，不要慌，小帐篷扔签字底了。找到。进来，快进来！哎，等，反手动。从草原来到天安门。你们跳的啥子哦？骑马儿。骑的马儿啊！我还以为骑的脚鸡嘞。起什么哄啊？你上去试试。我觉得跳的挺好。来，咱们给他鼓鼓掌。你在里面。高桥，到里面。没得，小心点啊！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不变的旗海红似火，革命的声响如云。在这儿来，在这儿。没说的。我罗明儿就用那场外国小说，彻底的改变小裁缝，让他不再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山中姑娘。好嘞，打开了。肚子有点翻江倒海了。没气了。哎，不行。鲁迅，全都是革命书简，根本没啥子禁书的。嘿，这还有本中朝的书。狗日的事呀！咱们来走，他妈的，在哪儿嘞？回来了，点头，快走，他们来了。啊，疼死了！大概是喝牛血把肚子喝坏了。可能吧。坐一会儿啊，妈妈给你找点药啊。快坐下来。哎，你把箱子打开过了？没有，我碰都没碰。那奇怪了，这绳子怎么解开了？我刚才绑得好好的呀。肯定他们两个，罗明跟马继明，他们要逃。少没少？这鲁迅全集下边的外国小说，一本都没少。没少就好。奇怪。坐。这是2颗妈妈带来的黄连素。是不是想吐啊？啊？不知道。那吐出来就好。啊，那妈妈给你拿点水啊。我们向前进。多喝点，多喝点。哎，不是，怎么了？不是，疼。你往哪去？你再等，拿个纸，在妈妈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着。她真是好看哦！你看她的裙子，从来都没看见过这样的样式。好看。写的啥子嘛？啊，最重要的是将精神和美貌融为一体。我看啥子写的？巴尔扎克、贝里伊。巴尔扎克。你们好安逸哦，认得字可以看书，我只能看画儿。哎，听听我给你读这2句，你就知道这个好好哦。368天又3个月，生命的钟声每天准时唤醒巴黎人。哎，看那本才好哎。
你看那个名字叫《红与黑》，不看内容，只看那个名字，我都喜欢上那本书了。巴黎在哪里？那在法兰西的一个国家。法兰西在哪里？法兰西在欧洲。欧洲。看看这本书的名字，《失魂岭格格丽珠》。哎，看那本名字好怪，《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嗯，看看这本书，这是吉普林的，他是英国人。哎，那里还有我们中国的小说哎，《红楼梦》，但是它是文言文的，你目前还听不懂。到了，啊！这样好不好？从来都没人来过，唱书一定好来。可以，看起来比较安全。把手藏那点儿。罗密欧，啊，放那点好点。晓得，藏那边。我们正式把这儿定为仓储洞，怎么样？以后我们要看书，都只拿一本儿。如果被发现的话，只损失一本书，其他的都会保存下来，好不好？好嘛。哎，5点了，拍照片书很好看的。看完了，还差20页了。看了喊我，小崽儿等到我去给他念书。嗯。鱼兄米来，我全怪你们家。我看完了，该你的了。感觉怎么样？感觉啊，我感觉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天空、星星、声音、光线，甚至连猪圈的味道都完全变了。云雪儿美伦。罗明，啥子嘞？啊？罗明，罗明，咋子嘞？啊？刚热得要命，现在又冷得发抖，一阵儿一阵儿的。没事的嘞。真儿啊？我想我妈妈了。没事的，罗明。对不对？没有问题的。真的。我是大白子。不要乱讲，拿啥子摆子？啊？这大摆子，这是最好的法子。你要是不愿意，只好等死。我不要。队长，拿这里。我不要。我不要。啊！队长。啊！快去请人！这个土办法管用吗？我看啊，不一定。就要用那个卖柳树条。你要亲狗多啊，晓得咋着？柳树条，还要将个槐树条才要得。队长用爱好条是对了的。当时张家老三打摆子，他老是拿那个爱好条子他一身的狂打，哎，你看就没有发过了的。哎，老头儿，饭都好了，该回去吃饭了。来，你来，我累了。使劲抽，要抽狠点儿。哎，小子，王志你这么大一坨哟，啊，要想治病，
就要黑起票的整。我惨了。小心点，小心点，快点，快点，走啊！哎呀，你们手快！还不走了呀？小彩虹来了。他咋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生产队还想请他去讲电影呢。他得了疟疾，讲电影是绝对讲不成了。还是让我来打吧。罗明，来打。小心！今儿一早，你大白子没有头发吧？就是有点软。昨儿晚上没发，可能已经过去了。为了不让一道白地主家庭当奴隶，我咬着牙也要活下去。说句实在话，看这部电影还不如你们讲来的安逸。话一出，应该哭。如果我们回去说看的又是卖花姑娘，没有芯片，队长就不会让我们来看电影了。就是为了不让一道白地主家庭当奴隶，我咬着牙也要活下去。我们今儿讲那个电影呢，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在哪儿哦？阿尔巴尼亚都不晓得，我们最好的朋友。电影好看不？我认为那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到了高潮的时候，有一场催眠术，精彩之极，精彩之极。哎，往下说噻。哎，你快讲噻。哎，我们大家欢迎。快讲嘛！哎。那部电影围绕着的都是我们女主人公于旭儿、米洛埃展开的。那是一个非常具有异国情调的名字。我们一起来喊那个名字怎么样？要得。于旭儿、米洛埃。于旭儿、米洛埃。最后一次的名字叫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巴尔扎克。
这样过得这么快。7点了，收工了。好，收工了。终于做到。哎，我来收。衣服做好了，你来试一下。试一下。你咋子也抽烟了？啥时候回来的？吃饭了吗？还有个狗屁的心情吃饭。我今儿去给肖彩峰读书，他爷爷突然回来了，看到我给他读那种书，气得脸都白了，把我臭骂一顿。最关键的是，把高头给烧了。臭老头子那么讨厌啊？哪里是讨厌了？可是简直可恨。但愿以后啊，再见不到那臭老头。好话。 30宽的路还要摔跤子，你还等啥子？还舍不得用手弄起来？这龟儿子！这是人性最大的神秘。爱情是理性的放纵，是伟大心灵的享受，严肃的享受。野蛮人只有情感，而文明人除了情感，还有思想。嘿，那老板咋克说的有点道理。好，我们接下来看他啷个分析背义的哈。他说，野蛮人把自己交给一时的情感支配，至于文明人却用思想把情感潜移默化。我当初找你们。 我们呢，本来想那本书就走，但是他一翻开就练起劲了。我们队上的女人全到京城去卖花布，听说你也发花了。下个星期来我们生产队给大家做衣服。做啥子衣服？我都晓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要乱讲。明天的活不少，该休息了。给个面子，到我那儿去住，我把洗脚水都给你烧好了。去年他就住过你家。 你要是不嫌弃，去我那里住吧。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决定留这儿，和这2个年轻人一道住。老师傅，我们这里条件太差，连门都关不上，也没有厕所，饿死拉尿的全都到外面去，住在这里实在太委屈你了。屋里宽敞，好走活路。现在我想歇一下，我们明天见。 我们大家也不是陌生人了，我想开诚布公的和你罗明谈一谈。那就说嘛。最近我孙女儿变了。变啥子样子了嘛？给老人家举个例子来说下来。那天我走活了回家。 猜一下这个是啥子？啥东西啊？小白仙啊？哪里是小百姓哦？跟小百姓太不一样了。再想哈，啥子？想不出来，这就是短衣服。好不好看嘛？好看。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叫胸罩，书上都这么讲的。我敢肯定，凤凰山从来都没有过胸罩，我这个是第一个。 那这个胸罩有啥子用呢？胸罩戴起来会让你的胸部更好看。那你刚才说的文明人是哪个意思啊？你听嘛，文明人就是野蛮人只有情感，
文明人除了情感还有思想。我真替他害怕，怕得我的手都直打哆嗦。有时候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的一辈子。老人家，你到我这儿来，都是为了说那个事情噻。以后不要再给他念小说了，都是骗人的。我劝你学点实际的手艺。你出身不好，自己要为自己的今后打算。我到哪儿去学手艺嘛？你老人家给我开玩笑。我可以教你做衣服，当裁缝。是啊，当裁缝，我可以把我全部的手艺一下子都教给你。老人家，我从小手眼笨得黑死人，可能当不了裁缝。哎，你看你屋里头那个回来喽。县医院那个自称革命的混账医生，就会让贫下中农吃苦，个地地道道的王八蛋。你看，你看。哎，你这个牙齿是好的的嘛？这个龟儿医生搞错了，把我的好牙齿给拔球了。那烂牙齿呢？还在里面，痛得钻心。听说你们会讲故事，那就给我讲个故事吧。我们就从马赛开始讲起吧。那是1815年的事儿。马赛在哪里？很远很远，是法国的一个港口。跑那么远干啥子？讲个近点的不好吗？比如说讲《水浒》《聊斋》，我都百听不厌。故事就发生在那么远的地方嘛。你要是没得兴趣，咱明天见。哎，老爷子，你们继续讲哈，我先睡了。做得对，故意卖个关子给他，我敢保证他想听。故事讲的是啥子？故事讲的是一个法国水手的经历，他的名字叫埃德蒙·唐代斯，后来改名为基督山伯爵。够了，还可以做头腰带。连着9个晚上，我给老裁缝讲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我对他表现出来的经历感到非常吃惊。他晚上听故事，白天照样做衣服。在大仲马作品的影响下，他心血来潮，在衣服上添加了一些小小的新花样。这一年，我们生产队妇女的新衣服上多了法国式的小装饰，带有水手的风格。这一年，凤凰山吹起了一股来自地中海的暖风，流行前肩后放的水手领和裤脚宽大的海员裤。大仲马要是看见咱山里姑娘的这身打扮，一定会大吃一惊。生产队里的女人不知道，大仲马笔下还曾描绘了更美的服装。白荷花衫、滚边马甲、银行家夫人的镂空长裙，这些我们都留给了小彩。幸好你那帮忙，你爷爷的活太多了。你看他演出都睡了。今天晚上你到我那里去睡啊，这儿没有你睡的地方，好不好？好。香水的香，树木的谢，美丽的丽，这是指豪华的住宅。香、榭、丽、舍，好漂亮的名字啊！它是巴黎最美的一条大道。基督山伯爵的豪宅布置得富丽堂皇。起来，跟我走，到公社群众专政办公室讲清楚。讲啥子？我又没做坏事。还想赖？我都听到了，就是你马建林在暗处讲反动故事。一个住在皇宫里面的啥子
长着一辈子脚的基督。队长，来，先抽根烟，抽根烟，歇会儿喝，歇会儿喝。来，马进儿讲的故事只不过是个故事而已，再加上讲的那个基督山呢，他不是中国人，是个外国人，并且他是个穷水手。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划分的话，他是属于被迫害的阶级，是一个最可怜的阶级。胡乱讲些啥子？我们贫下中农就那么好骗？资产阶级狗崽子就会狡辩。起来，跟我走。队长，我不该听他们讲，我也有罪。我也不是个绝情绝义、不讲道理的人。罗明，我可以给你一个救救朋友的机会。说吧，啥子都可以。我那个长着蚜虫的牙，疼得我发疯。你是个牙科医生的儿子，肯定能用这块锡给我把牙齿弄好。用锡来补牙齿啊？我孙女儿，他睡了有啥子事？快叫他起来，去帮忙知青的嘛！我这把年纪经不起这的。啊。还不要乱动，队长。好，不动。开始。慢点儿，我扶手吸管还没化开了。哎呀，龟儿子，你差点要了我的命啊！队长，那不是我的错，我早就喊你不要动来动去的，那真的专属问题。在正规的牙科医院里面，像我老汉用的都是1秒钟几十转的电动牙刀，过来。最好一次弄80。好，准备啊！开始哦。开始。可是说了慢点喽。我警告你，再弄不好，我就把马建林带走。队长，老是那儿动来动去的，这样你的黑洞在齿套的上面，可能完不成任务的高。队长，要把你绑起来不？要不然你就摔了。说啥子？绑我？我是队长，我是革命委员会委任的生产队长，绑我？没求搞错。队长，算了，事情都已经这样子了，你还说这些干啥子啊？准备顺仔。队长，抽口香烟，麻醉一下就不痛了。哎呀，不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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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千万不要紧张，只是个小手术。我建议你把眼睛闭到起，把你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要钻的那颗牙齿上面，肯定不得痛。完没得，甜甜。好了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哎，等一下。队长绑好。绑好了，固定好了。队长，千万不要吵。开始。好快哦，不痛哦，快点儿！不要动，不要动，马上就好。不要动，有默契拿给我。太多是润滑的吸。好。队长有点烫，忍到起哈。忍到。
嘴巴张开，不要动。小手术而已。罗大夫，见面。你干啥子？找你家罗大夫。啊？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现在名声可大得很呐。你说啥子哦？今天来了好多病人，口口声声说要找你。他们听说啊，你把队长的耳聋和牙齿全都治好了。啥子？慢点哈，罗大夫。那么多人，我走了。哎，罗医生，这是欠债男人们的好机会，咋个能走嘞？你看啊，有人拿着鸡蛋，还有人拿着鸡鸭，家里穷的人呢还拿2包挂面，心疼哦。哎，世家那个皮箱里面是不是一本中产手册哦？看来派得上用场了。我当知青时候的字好幼稚哦，我对文学的初恋好幼稚哦，竟然把一些喜欢的段落傻乎乎地抄在羊皮袄上。我爱你。重复一次。我对你。下面一句。我爱你。重复4次。我爱。说就可以了。我爱你。快点儿。我爱你。快点儿。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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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回来就毛主席有晓得了中，他敲了出革命的声。队长虽然大难不死，但这场矿井的事故让他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生产队一时陷入无政府的状态。我们也趁机享受了几个星期的自由。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萌发了音乐创作的欲望。我曾装扮成一个从县里来的干部，拜访了凤凰山的民歌手，模仿的许老师。交朋友就要来真的，头一碗干了。我们山里人有山里人的乐趣。哎，你不是要听啥子山歌啊？哎，对，我就想听那种真诚一点的、浪漫的。啥子浪漫啊？浪漫就是美好的东西，比如说爱情。好，我给你唱一首我们家世代相传的谜语。等一下。什么鸟回来节节高？什么鸟回来向上倒？什么鸟回到电池里哟？什么鸟回来不青草？鸭子飞来节节高，鸭子飞来向上倒，看我飞到电池里哟，野鸡飞来不青草。您这谜语我猜不出来。您呢，能不能告诉我这谜底什么呀？
罗明，明天就走，跟他说了没有？还没有。我想跟你说个事情。啥子事情啊？我今儿接了封电报，电报？我屋头打来的，说儿生病住院了，很严重。你要走啊？我跟队长也说了，队长他也同意了，所以我就请了2个月的假。2个月？那个久啊？我一定会早点回来的。你小点儿。我去抓一只凤凰山的鳖，给你老汉儿补绳子。你老汉儿好得越快，你回来的越早。小心点儿。我走的时候，请你帮我一个忙。你帮我天天去看他。为啥子？他在这儿做漂亮姑娘儿，我还以为被我把抢了，你帮我打警察。你让我监视他。啷个监视啊？他最喜欢读书了，你就读书给他听，听到没？是要我了！老婆，走了，不要怕。好痛啊！走了。哎呀！我把记到姐，忍到姐哈，我把勒住了，毒血都散不开了。我帮你把毒洗出来。谁又没咬你？你抖啥子嘛？哎！快点！小心，小心点儿！你要快点回来。我晓得。有些事情你不晓得。啥事情嘛？你说。上来，跟我一起回去。我是走不成了，你回来就晓得了，有点麻烦的。这莲儿，我照顾他。晓得。不要跑，不要跑。罗明走了，我答应他天天给小裁缝读小说。我不像老杜巴尔扎克，我带了一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自家的白净是查理惊讶，亮晶晶的，尖头细细的，剪成新人样式，比迪俄普的象牙还接近。其实瘦并不美，也许不够白，关键瘦了一点，而且也太长了。周围的线条纤柔，它美在眼睛。由于睫毛的缘故，总颜色仿佛是黑颜色。眼睛朝你望过来，毫无顾虑，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胆大的神情。你等一会儿，你要继续念，我可以听到。查理下楼，来到了第1层厅房。里头有一张花盖大床，挂着印花布帐子，帐子上画了土耳其人物。床角放一张小桌，摆了2份倒茶和几只银杯。马经理，他看我爷爷做的衣裳。我给小裁缝念了3个星期的《包法利夫人》，这期间，我一会儿想象着自己变成了艾玛的丈夫，一会儿变成了她的情人。当然，小裁缝也就变成了我的包法利夫人。明天我给你带一本鲁迅的书，不得了，写得好啊！
看完之后啊，你会觉得周围全都是鲁迅式的人物。我还最喜欢巴尔扎克。翻译巴尔扎克的是个大作家，他的文笔啊，好得很。我哪里晓得啥子文笔不文笔哦？我反正就是喜欢他，没得办法。哎，皮婆，那个走了呢？你敢打老子们对小女儿的主意？走哪点球？哎。站着，站着！哎，对儿子，走咋？你照下你自己的样子。照下儿个噻。对儿子，打主意噻。哎，来嘛，你洗下裤儿嘛。你跟老子一洗下裤儿嘛。你妈！好龟儿子！你滚！放开老子！还来狗仔唱了本书啊！给老子打！放开老子！狗日的！我换哪个哟？放开老子！这看到是个外国人，马克思。不是马克思，马克思是大胡子。我在公社给我会看画像。这放开老子！龟儿子是斯大林噻。哦，是列宁。你看他脑壳上没几个门儿的吧？滚开！哎，这个，哎，你啥子？混到！打死那个狗日！他死那个狗日！他跑狗日的！下都快高盆噻！伪装的人的心日渐起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的异样。我遇到麻烦了。觉得那会儿找你麻烦？跟他们不沾边儿。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恶心吐了2、3次。医生病了，这样吧，我再给你赌一顿。我已经2个月生长没来了。爷爷要是知道我怀孕了，肯定会宰了我。你打算咋办呢？法庭可以结婚的年龄是25岁，可是我们才只有18岁。法律禁止给没有结婚证明的人做人母流产的。我算是完了。就别这么讲嘛，让我想想办法嘞。请问妇产科医生在哪里？我的技师。门诊部已经下班了，这里是住院部，上面有个值班的医生，是个高个子。妈。不用。老二。哎，大夫啊，你是妇产科大夫吧？啊，啥子事？我只有自我介绍一下，我四川医学院马洪宝大夫的儿子，你许认识他。我和我的妹子在凤凰城插队，她遇到了麻烦，她怀孕了。骗人！马大夫就没得女儿。大夫，帮个忙，只能求你帮个忙。下次来时，我带份法国的小说给你。我不是吹牛，我的衣服上面就抄一段。可怜的克里斯多夫，自由的兴趣
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只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也在内，那真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云。这样以后，灵魂就不能在别处生活了。啊，这是傅雷译的，他的风格我一看就晓得。他现在呀，跟你爸爸一样，是个阶级敌人。嗯？你在哭啊？啊？我不该这样，我的血液毛毛的。是不是为了你爸爸？刚才我说他是阶级敌人，其实并非出自我的本意。我不知道为啥子。那是为了傅雷。我读了几句，晓得是他写的。人一辈子写到这个份上，那简直是……我不晓得。你还年轻，今年是20还是25岁？19岁。哦，我给你好生想个办法。反正呢，在我们医院后头正大光明的做，肯定是不行的。万一被领导晓得了，那我下辈子都脱不得早上。给你好生的想个办法啊！平安54楼。出不得事了啊！听，曲子都变了。我家特想念毛主席。不是。是啥子？是列宁在1918中的天鹅湖。好，你拉我听。姑娘，我发的，你只有忍到哈。我说嘛，只要5分钟，手术就完了哈，不害怕。哪个在叫？是我的琴声的尖锐的高音，表示雄伟的黑天鹅来了。不好听，不如老莫想念毛主席。我好像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不再是我了。马建磊，你昏头了？你不想送我回生产队吗？这条路可是往城头走的。你怕啥子啊？我已经找人跟你的爷爷说了，咱们要进城去看一部新电影。歇一下吧。好。你是不是怕我这个样子回去，会让我爷爷看出来？也不全是。我觉得咱们应该庆祝一下。这钱你拿去。进城里想买点啥子就买点啥子，愉快愉快。嗯。哪来钱啊？哪来钱就不要问喽。
反正我说了，你想买点啥子就买点啥子嘛。跟我讲嘛，哪来钱？我把小提琴卖给那个医生了，那个医生是个识货的人，要是还了别人。你把小提琴卖了？买了20块钱。不是20块钱，是25块钱，我自己还留6块。我想给自己买把口琴，是英雄牌的，上海乐器厂制造的。再说妈老汉儿让我给你带回来那些罐头啊、酒那些，刚碰到你生日，把生日礼物送给你了。哎呀，谢谢。来，来，我们祝爷爷永远都不会生病。哦，哎呀，健康长寿，身体健康。哎，这样吧，我吹支口琴来助兴。好，怎么样？哎，等一下，回锅肉还没端出来呢，等一下。先吃。哎，爷爷，是不是要加点豆瓣儿？哎，来了。吃。兄弟，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发过誓，让她不再是一个无知的山中姑娘。涛涛，爷爷，帮下手。听到没？口音都变了。那是因为跟我们在一起嘛。看小说是没有白读哈。哦，我经常问自己，我们当时为啥子一点也没有预见到事情的发生？而我呢，现在在法国拉提琴已经15年了。我在里昂和图卢兹的国家交响团干过，我还和几个朋友在巴黎组成一个小乐队，排演我最喜欢的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De Chine, maintenant, cette information sur le grand barrage hydraulique dressé en travers du fleuve Yangtze, le plus long cours d'eau de Chine, qui va engloutir sous les flots toute une région montagneuse pour la transformer en un gigantesque réservoir qui fournira en électricité les 200 millions d'habitants des provinces limitrophes. Les 234 districts qui composent le site vont être rayés de la carte, cela en 2 phases d'inondation, pour faire place à un vaste lac de 1084 km² situé à 175 mètres au-dessus du niveau de la mer. C'est un chantier pharaonique, un chantier qui constitue le plus grand ouvrage hydraulique jamais réalisé au monde et qui emplit la Chine nouvelle d'une fierté nationale toute légitime. 老孙你好，我是在看条新闻，是我当年接受再教育的地方。 nous ont fait parvenir ce reportage réalisé récemment dans le district de 我在那儿度过了青春。 Plusieur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paysans vont être déplacés, constituant ainsi la première vague de réfugiés de l'intérieur de la région. Dans ces paysages d'une beauté à couper le souffle, cet escalier millénaire, taillé à même la roche, pour relier à la vallée les villages accrochés au flanc de la montagne du Phénix céleste, sera bientôt englouti par les eaux du Yangtze. Arrivée vers Herbertier, Wilson en provenance de Fort-de-France et Port-à-Ventre, arrivée S au rez-de-chaussée. Départ à destination de Pékin, vol L'Oriental Airways 010. Clôture imminente de l'enregistrement, porte numéro 10, vol 1. Departure to Pékin, Oriental Airways flight 010. Je peux vous aider, monsieur? Vous voulez offrir du parfum? C'est pour quel genre de femme? Une petite ailleuse chinoise. C'est bien.
姐你好。1971年到1974年，我在这里插队，就住在这间小屋子里边，已经27年了。我都在这住了10年了。你男人叫啥子？我男人是赵立宝。赵立宝，队长的小儿子。是啊，你认识他？他在吗？他到街上去买火炮去了，等一下就回来。哎，你到屋里头坐嘛，喝不喝水？啊，不客气。我正在煮饭，你吃了饭再走啊。不客气，不客气。你在给小孩做玩具啊？哦，不是的，今天是7月半鬼节，这儿呢要放纸船，船上面还得点灯，是为了家里那些过世的人游魂。就连天野那边的人都要到天池来放船。是吧？那么我要找那个人，他没说今天晚上要过来的。天野那边的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三峡第3批移民，下个月就要搬迁了，这是最后一次给死去的人和祖先放纸船。那样老人气没过。啊，听说，你们是从天津那边过来的？是的啊，你没得事啊？啊，我要找一个叫小裁缝的人，是个女的。他就是我们村的小裁缝啦。啊，她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恐怕我今天再没运气在这儿碰到她了。哎，你找到你找的人吗？啊，还没有。如果你要是眼睛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船上的字。那船上啊写的都是每个人的名字，好多人都是自己不来，托别人写上名字和住持，帮他们放船。我给介绍下，这是我的夫人。你好。你好。过来，叫叔叔。你的儿子。走。老妹啊，你现在是口腔学院的学术权威了吧？啊？他现在是教授，博士生的导师，还拿国务院的特殊津贴呢。我长大想当足球运动员。你喜欢哪个队啊？喜欢四川成兴队儿。曾经有2个知青在这里上过3年，你还记得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啊。哦，想起来了，有2个小青年，其中有一个长得好漂亮的，
啥子名字啊？叫马啥子的？问他叫啥子名字，他就画匹马呀。是另外一个叫罗明。对头，叫罗明。是我。他们俩身体虚弱得很，什么活儿都做得来。是罗明。讲故事不错哎。那个比较帅一点的。才好听呢，大伙儿都哭了。看那一个。他还没坏，过去教的东西巴适哦。队长，你的闹钟慢20分钟哎。你没弄错吧？没有错，我的手上是瑞士表3.24的。他和我一样，老就老啊。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看那个牙齿没得？我搞不那个，还在。他现在啊，是一颗臼齿嘞。继续了。大牛回来，小山草青。大牛回来，天池。大牛回来。我记得老头儿呢，在28年前跟我说了一个谜语，那谜底啥子啊？我一直都不晓得。谜底是啥子啊？我告诉你啊。哈哈哈哈哈！来，这个地方你一定认识嘞。老裁缝去世了。常树洞啊！我能听到里面有啥子声音呢？我当时录的时候，也听到了声音，当时吓了我一大跳。真的。那个在里面说话吗？那声音啊，是20几年前咱们在里头的声音。小罗，小马。哪事老弟？我孙女儿走了。走了？走哪儿去了嘛？他说他上大城市去碰运气去了，他想换一种新生活，他就这么走了，找新生活去了。你没劝说他吗？劝了，我都说，你要是敢走，从此不要踏进我的家门，可有什么用？他觉得像头牛。他走了好久了？刚走不久。我去追他。罗明啊，走这条路会不会更远点了？我肯定，这条路更近。小心点。等等我！啷个把头发剪了呀？想剪就剪了嘛。哪个帮你买备忘号？马建林。我小号要走了。
是哪个改变了你？巴尔扎克。如果你走了，唱到长树洞里的巴尔扎克，我再也不会陪你去看了。你看我一眼，你看我一眼，你决定了？我好爱你哦，但是你不说一句话就走了。好好照顾我爷爷，跟马千里讲一声，你要好好的，我到了成都也会好好的。他走了。对头，都怪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他说巴尔扎克教会他一件事情：女人的美是无价之宝。到82年的时候，我决定出来找他。有人说他到深圳去了。我就到深圳去找他，后来听说他到香港去了。我晓得你也爱他，你哪怕不说话，我也晓得。你也在爱他，也许是吧。只不过我们两个爱他的方式不一样吧。